虽然当初萧炎也是以第3序列的实力越级挑战第1序列的先天神，不过这李龙的修为比起先天神更强大，早已经达到第1序列巅峰的领域，并且拥有诸多的宝物，再加上嗜血铠甲这等神器加持，想要越级击败，那几率也是极为的渺茫。满场的目光汇聚在这场最后阶段的战斗之中，李龙突然间暴涨的实力，令得所有神器都暗中咂舌。海天宗不愧是第1等级世界中排得上号的前10神势力之一，一名少宗主就有如此强大修为，着实让不少神之天骄都羡慕不已。在暗自惊叹间，也有一些遗憾的目光也是转向萧炎。虽然萧炎的实力也非常之强，不过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看来输的一方更多的还是认为是萧炎。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萧炎缓缓抬起手掌，旋即那圣火横骨尺便是闪现而出。圣火横骨尺往擂台上一插，宽敞的尺身看上去就犹如一面绚丽光盾般，散发出惊人的炙热气息以及厚重之感。见到萧炎拿出圣火横骨尺座，那李龙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讶异之色，旋即嘴角冷笑起来。虽然对方的武器也非常沉重，但是在李龙看来，无论是什么武器，那么都将会在雷石锤的挥舞之下变得毫无还手之力。让你瞧瞧我海天宗的雷石锤究竟是多么的强大，以后见到海天宗的人可得绕着点走。冲着萧炎咧咧嘴，露出一口泛着森然的牙齿，李龙脚掌猛然一跺的雷鸣声响彻，旋即身体微微一颤，恐怖的气息顿时弥漫而开。在李龙身体颤动的那一刻，萧炎也是掌紧握圣火横骨尺，想要对抗如此强大的雷石锤，要是空手对抗，瞬间就会被对方一击重伤。萧炎也将全部的神之力量疯狂地灌入圣火横骨尺之中，然后再度催动牵引归一尺。而这一次，萧炎竟然是施展出了310道绚丽持影，这已经是萧炎的极限施展，比起之前300道持影归一的时候，其力量更是提高了一些。牵引归一尺，萧炎将数百道绚丽持影融合归一后，一道绚丽的持影直接对着李龙狠狠地怒砸而去。这一道神迹力量击出，顿时刮起了强大的压迫风声，音爆之声在巨大持影的周遭接连不断的响彻。巨大的持影与那雷石锤重重地轰在了一起，两道强大的武器的相碰之下，一阵响彻全场的金铁之声顿时传出，空间瞬间震碎，一股滔天骇浪的神之力量弥漫天地间，又是一道能量的轰炸之声，恐怖的能量不断的炸响。然而在这一次的对碰之下，一道身影便是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在了擂台之上，强忍着身上传来的剧痛感，便是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而这道身影正是萧炎。你已经是穷弩之末，受死吧！一声冷笑声自李龙的嘴中传开。虽然萧炎的牵引归一尺很强，但李龙的雷石锤之威更可怕。在刚刚对轰之下，萧炎能够微微抵挡住，已经算是不错的表现了。想要击败第1序列神巅峰的李龙，那等几率基本为零。李龙再度一锤挥出，丝毫不给萧炎喘息的机会，雷石锤爆发出惊人的雷电力量，直接朝着萧炎砸去。萧炎释放主境灵魂，也是在第一时间迅速后退，闪电般的划开一个安全距离。不过对方已经锁定萧炎的气息，怎么可能会让其躲避？李龙的眼神掠过许些狠厉，身体一动，雷鸣声再度响彻，身形直接是化为一道电芒，闪电般的横跨过虚空距离，身形一跃，便是出现在了萧炎头顶。千雷拳，刺眼的数道雷光顿时闪现而出。李龙的这一记攻势拥有恐怖的雷电之威，声势骇人。在这一刻，面对两股第1神巅峰的强大攻势，就算是萧炎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妙，两者之间的实力悬殊还是太大了。巨大的雷电之拳停滞了一瞬，便是犹如从云层中降临而下的天雷一般，直接对着萧炎的脑袋狠狠轰击了下去。那一霎的雷电强光几乎将天际之上的曜日都给比了下去。感受着那铺天盖地爆射而来的恐怖雷电，萧炎眼神也是微微一凝，旋即手中的圣火横骨尺闪电般的舞动而起，一道道持影沿着一个玄妙的轨迹，迅速的化为一圈密不透风的持影。在那持影防御之上，一丝白色火焰悄然升腾，朝着那雷石锤攻来一处砸了过去。不出意外的爆发出了惊人的轰雷之声，那处控架顿时多种颜色的光芒开始不停的闪烁。好小子，居然还能实力去抗衡我的雷石锤之威，不过我这千雷拳你是否接得下？给我死！狰狞无比的李龙的这一拳已经接近萧炎的脑门处，所有众人皆是露出遗憾之色，特别是与萧炎一组的那4名第1神，原本带着一些希望寄予萧炎身上，能够赢得这一场比赛晋级前10，结果现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在李龙的这一拳之下，怕是不死也得重伤。没想好这李龙竟然对萧炎出如此的重手，而面对近在咫尺的强大一拳，萧炎并没有出现慌张之色。然而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一场战斗彻底结束时，萧炎的那双深黑色的眼眸之中迸发出了一道刺眼的白色火光，瞬间笼罩天地，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席卷而出。所有人的视线都受到白色火光的影响，暂时失明，无法看清眼前的情况。整个擂台都在诡异的白色火光的笼罩席卷下，都是看不见彼此，因为由于无法看清眼前画面，只能暂时都停下手中的战斗。该死，这是什么东西？竟然看不见了！不少擂台上的参赛者纷纷发出惊疑之声，
很显然被这白色火光笼罩的看不见四周。此时，圆台上的天翼神君立即催动一股极为特殊的神之力量，形成一道屏障，将自己笼罩其中，才避免了被白色火光的影响。而他此时的目光紧紧盯着萧炎那处战场，令得他都有些惊骇起来。而一旁的天翼神君没有说话，他双眼从没离开过萧炎的一举一动。就算是他，对萧炎都开始产生了兴趣。他已经感知到，刚刚除了神火的力量，萧炎本身的神力也不是第3序列之位，而且比起李龙的修为丝毫不差。擂台之中，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之下，全身包裹着白色火焰的人影缓步走出，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其中那道瘦削的黑袍身影。这便是你的手段，倒还真是高看了你。白色火焰在萧炎身体之上翻腾不休，一道淡淡的声音缓缓地传出。闻言，李龙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紧握了握手中的雷石锤，终于是明白了此次对手的难缠。没想到在其施展了独门神技海雷戟，居然都是未曾将其击败。此时不管是谁都是难以置信。圆台上的天神山之主此刻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愕，喃喃道：这个小子究竟是何方来路，居然隐藏得如此之深，恐怕现在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与李龙不分上下。天翼神君双眼也是微微一眯，似乎能够看出萧炎为何突然实力大涨的原因，暗自道：这家伙的力量有些诡异。你的力量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强大？李龙知晓，刚刚那白色火焰的威力的确很强大，不过其中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神之力量。而且此时的萧炎修为竟然看不透了。为了对付你，我也只能将一些底牌拿出来。如果你的手段只有这些的话，那么接下来便换我来吧。火焰之中，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细微冷笑，旋即手印猛然一变，那笼罩在萧炎身体表面的白色火焰顿时剧烈翻腾而起，最后尽数回缩进入萧炎身体之内，一丝火苗都是不在外显。但萧炎的身躯则是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炽热，犹如铜炉。他缓缓地伸出手掌，他身如铜炉，犹如是在孕育着什么。半晌后，一抹火光在其掌心浮现，犹如种子一般的生长开来，最后迅速地化为了一朵白色的莲花。莲花之上似乎铭刻着无数的火纹，白色莲花冉冉地绽放，没有散溢出丝毫的神力波动。而当白色莲花绽放时，所有人都是见到一尊5尺左右的白色火影盘坐于莲花中，看来由神火施展出的炎神，那其中的火影也会比之前高了2尺，其中的力量更是无比的强大，并且周围还有白色的神圣光晕浮现，无数星光颗粒不断的上升，比起之前绚丽的莲花更加深不可测。一道燃烧着白色火焰的影子自莲花中诞生时，整个天地都是隐隐的感觉到天地间的温度似乎都是在此时开始升高。在这一刻，李龙的眉目阴沉，因为他开始感觉到了一股威胁的气息，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磅礴神力。萧炎也是长长的呼了一口气，借助着幻虚神技的威力，在幻虚空间之中，萧炎可以在其中为所欲为。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天翼神君觉得诡异的地方，可以与一名身处幻虚空间中这第1序列之位的李龙抗衡。所有的力量在幻虚空间中都是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幻虚空间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又是真实的存在，虚虚假假，真真实实。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幻虚空间中，都会被消磨殆尽，就连第1序列神力以及一些神技在其中也是如此。因为此刻的萧炎是幻虚空间中的主宰，他能够操控幻虚之中的一切事物，所以借此契机再施展出自己强大的新招式，应该能够击败这第1序列之位的李龙。萧炎台淡淡的声音响彻起来：这是我以幻虚神火施展的炎神，今日就用来对付你。我将其称为幻虚炎神。在其升落的那一瞬间，白色莲花中的5尺火影缓缓的升起，整个天地都是在这一瞬间变得无比的炽热起来。而这一刻，面对着萧炎的幻虚炎神之力，就算是第1序列巅峰的李龙都是悚然变色，感受到那炙热毁灭的气息波动。即便是他，都是感受到了真正危险的气息。显然他并没有料到萧炎竟然能够达到这一步。好强的招式，即便是我海天宗的独门神技都是比之不上。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怪物？李龙望着那气势隐隐间都是与他自己都是相差不多的萧炎，脸庞上也是忍不住的浮现一抹难以掩饰的惊骇之色。而且那白色的5尺火影更是散发出无尽毁灭的恐怖力量。幻虚神技也是萧炎施展出击败李龙的唯一办法，再加上由神火施展的炎神，怕是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力量了。虽然李龙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第1序列神巅峰，但是想要再往上提升则是极为的困难。就算他天赋再强，宝物众多，也无法将他超脱第1序列神。在这个瞬间，李龙似乎也隐隐间感受到了，想要破萧炎的这一招，必须拥有超越第1序列神之上的那道更强大的神境力量才行。不过想要超脱序列神，那是多么困难。这几年来他也一直想要突破，可是仿佛有一层并不存在的膜，而那层膜看似虚无，但不管其体内力量再如何攀升，也是始终难以将之触摸，更何况是打破。看来必须全力一拼了，这一次便是胜与败的关键。李龙若有所思，低声自语道。经过这短暂的思考，他隐约知道，想要突破获得超越序列神的神境领域，李龙是不可能的。即便他现在已经是身处第1序列神巅峰，但要说超脱序列神的那一步，依旧是有着极其遥远的距离。
这看似只是一步之遥，却是让得不少神之天骄的神奇，即便是花费一辈子，都未曾迈入那更高的神境领域之中，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嗜血铠甲，助我吸收天地间的所有神元之气。此时，一道猩红色的嗜血铠甲竟然从李龙的肉体中缓缓浮现。随着嗜血铠甲的出现，天地间的神元之气竟是不断地朝着李龙的体内席卷而去。看样子，李龙不再有任何的保留，将自己的第一神力催动极致，不断地灌入嗜血铠甲之中，令得嗜血铠甲中的力量也同样达到一个极致临界点。一股无比可怕的嗜血之气弥漫着天地，不仅吸收了天地间的诸多神元之气，加持己身，竟然连诸多神奇体内的神力都想要强行破体而出。不好！一些神奇便是发现自己体内的异样，竟是立马运转催动神力，将这股力量抵御而下。感受到神力正常运转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他们惊骇地抬起头望着李龙的身影，却是感受到此时的李龙周身的神元之气竟然无比的浓郁磅礴。可以看到，那李龙周身的磅礴神元之气形成了漩涡状，疯狂地被吸入体内。这惊人的操作令得无数众人都哑然失色，就连此时的天神山之主都是在李龙的身上感到一股已经超越他的力量。李龙竟然将嗜血铠甲的力量催动极致，将天地间的神元之气吸收体内，来再次提高他的第一神力。从现在来看，他的力量已经略强于你了。天翼神君缓缓说道。一旁的天神山之主也是默认，他虽然是神器联盟的神使，可神使的实力基本都是第3序列神至第1序列神，所以现在的李龙靠着嗜血铠甲的力量，已经达到更高的层次，至少比天神山之主更强。李龙能够将嗜血铠甲发挥到极致，再加上本身就是第1序列神巅峰的实力，怕是已经选择与对方放手一搏了。胜败与否，就靠着最强一击了。天神山之主见此情形，也是嘴角一动，显然想要对抗萧炎所施展的幻虚炎神以及自身那诡异的力量，必须要将自己所有的神之力量和嗜血之力全部尽数爆发。而嗜血铠甲的作用就是吸收天地之中的所有神元之气，加持己身，使得自身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并且将嗜血铠甲的力量达到极限后，还会与其使用者的肉身达到神气合一。你就是嗜血铠甲，嗜血铠甲亦是你，可以说自身都会变成神器，将会爆发出极其恐怖的能量。萧炎，这就是我们之间分胜负的最后一击，嗜血神体啊！李龙那表情极为的狰狞，甚至脸庞都开始扭曲起来，似乎与嗜血铠甲合体之后，李龙的气息暴涨了数倍不止。恐怕此时的李龙，序列神之内无敌手了。将最后的天地中的神元之气尽数吸入体内后，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目光紧紧地望着那幻虚炎神的轨迹，低沉无比的声音自喉咙间缓缓传出：嗜血天地。随着话音落下后，李龙的整个身躯微微一动，一股可怕无比的气息瞬间喷发而出，令得整个擂台都剧烈的颤抖起来。不少还在战斗的参赛者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那脚跟差点没有站住，当即他们特停下战斗，目光齐齐地望向这边。这是一股什么力量，竟然能够达到如此强大的程度？不少神奇皆是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就算没有正面与之对抗，仅仅被那散发出来的气息，令得体内的神元之气都开始沸腾起来，并且那股气息就能够将他们压制得动弹不得，甚至神体都隐隐作痛。在这其中不乏有一些第1序列神也是如此。那海天宗的李龙似乎与嗜血铠甲彻底的合体，达到神体与神器之间的结合，这样一来就能够突破自身的极限。其中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第1序列神便是震撼的开口讲道：什么？没想到那叫萧炎的参赛者竟然能够让李龙施展出这种极限力量，看来对方也不是简单人物。此时越来越多在擂台上的参赛者目露惊骇之色，望着那处激烈的战场，就算是此时的萧炎，也的确在李龙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令自己都有一丝危险之感。真是强劲的对手啊！萧炎也是带着一丝无奈，要不是自己有幻虚神火，恐怕都已经被李龙击败出局了。不过既然对方已经决定与自己拼命一搏，那么就让幻虚炎神在幻虚空间中彻底的爆发吧。幻虚炎神去！那无耻的白色火影缓缓移动，下一刻便是朝着李龙的身影暴噬而去。幻虚炎神的速度并不快，而所过之处并没有引起任何的动荡，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声势。可就是如此的平静的一幕，反而是令得在场的所有神奇的面色都出现了巨变。见到萧炎发起了攻击，李龙也是双手一动，将自身周围的嗜血之力凝聚成一道庞大的嗜血神海，在这其中蕴含着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可以说序列神之内没有任何一名第1神是李龙的对手，包括第1序列神巅峰也是如此。嗜血神海吞灭天地，一道低沉的声音传出，紧接着力量周围的那庞大嗜血神海翻涌而起，最后李龙的身影也融入到了嗜血神海中。片刻间，嗜血神海翻起几丈血浪，对准幻虚炎神以及萧炎的方向滚滚涌去，就连空气都无法逃离，划过处皆是被吞噬在这庞大恐怖的嗜血神海中。而一旦被嗜血神海吞噬，就无法出来，等待的就是陨落。虽然说这是与萧炎决胜负的一招，但也是想要击杀萧炎的致命杀招。看来现在
对于李龙来说，招揽神会的第1名额已经不重要了，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击杀萧炎。因为李龙与萧炎激战了这么久，竟然都没能将其击败，足以证明萧炎的强大之处究竟是何等的可怕。要是日后等萧炎再成长一点起来，就算是他这位第1序列神巅峰实力以及有嗜血铠甲的加持，他也不是其对手了。所以这一招一决胜负，一时生死。最后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幻虚炎神与嗜血神海彻底的轰在了一起。庞大的嗜血神海在虚空上滚滚涌动，直接将5尺白色的火影吞噬而尽，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能量声。李龙见到萧炎的招式竟然如此简单就被嗜血神海吞噬而尽后，嘴角不自觉地露出森然的冷笑。无论什么强大的攻势，只要被嗜血神海吞噬其中后，就会瞬间被其中的嗜血之气彻底的吞灭。所以这一局，李龙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晋级前10名的曙光了，就连其他众神奇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萧炎的攻势虽强大，竟然根本无法撼动对方的嗜血神海之威。萧炎，你输了。李龙那银牙都露了出来，此时的他恐怕以为萧炎的幻虚炎神就这样被吞噬殆尽了吧。闻言，萧炎则是淡淡冷笑一声：“你是觉得幻虚炎神不堪一击吗？那么接下来你可要看清楚了。”随着萧炎那冷笑声落下，他的手掌伸出，下一刻便是变成了拳头。与此同时，那原本近乎疯狂涌动的嗜血神海竟是有着一瞬间的停滞，紧接着可以清晰地看到那猩红色的嗜血神海内竟然有一道白色的光芒缓缓散发而出。伴随着白色光芒的出现，其中一道蕴含极致恐怖的毁灭力量也从中彻底的爆发开来。巨大的爆破声传入每一名神奇的耳朵之中，这巨大的声音同时也令得不少序列神都出现了耳鸣的现象。一股炙热毁灭的气息瞬间席卷了天地，乃至整个天神山之中的温度直接暴涨。这股可怕的温度，就算是隔着很远的距离，怕是都会被焚烧殆尽。好可怕的炙热气息！一些神奇反应过来的瞬间，直接催动体内的神之力量，抵御着炙热高温的能量。擂台上激烈的震动着，同样就算是擂台的材料特殊，这时在如此恐怖的力量轰炸下，也都差点承受不住。此时天星主的身影被击飞了后退100米，面对着一名那第2序列神的对手，险些被击出擂台之外。要不是血帝法身，恐怕早已经败下阵来。他能否接下如此强大的一招呢？稳住身影之后，天星主的目光瞥了那震撼的画面一眼，吞吞的痛苦的呻吟咆哮天际。刚刚那一掌直接震得就算是吞吞都有些承受不住。半步第1序列神的对手还真是够强大，真是强大的力量啊！吞吞揉了揉自己那被对方轰击的伤口处，要不是他是神兽之躯的话，恐怕也已经败了。灵动与沐尘2人也是陷入了一场苦战，不过借着9道祖符和6座原始法身的力量，也能够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对抗。萧兄，灵动沐尘也是凝重地望着那虚空上所爆发出来的毁灭力量，双股之间的能量也彻底的爆发，一道道能量的涟漪波动不断的传荡而开，就连空间在此刻都变得扭曲，甚至部分空间已经崩塌。这一幕令得天神山之主和天翼神君都是感到无比的震惊，特别是天翼神君，没想到萧炎与李龙这最后所施展出来的力量，能够释放出如此毁灭的能量，就连天神山的空间都被影响到近乎崩塌。可想而知，在天翼神君看来，天神山的空间乃是非常坚固的存在，就算是寻常的第1序列神都无法使得这里的空间崩塌。而现在在他们双方极致力量的对碰下，不仅空间无限的扭曲，就连空间都有着崩塌的迹象。这场面在历届的招揽神会中都未曾发生过。虚空上那里的空间已经是犹如灭日一般，刚刚幻虚炎神的恐怖力量爆发出来后，嗜血神海也被瞬间蒸发了大部分。原本非常狂暴涌动的神海，没有因为被抵御住了大部分的力量后而减弱，反而那其中的嗜血之力变得更加的狂暴。幻虚神火与嗜血神海对碰之下所产生的那股冲击波，直接令得幻虚空间都是变得异样，似是要被瓦解。没想到幻虚空间都被这产生的力量给影响了，这力量究竟是达到何等的层次？萧炎暗自震惊道。不过就在他震惊的时候，天际传来哧哧哧哗哗哗的声音，然后在无数神奇的目光之下，那虚空中的2股力量也达到了极限。一道轰的一声，那天际之上的嗜血神海犹如是巨大的海浪拍打在一座巨大的岩石上一般，溅起了巨大浪花。而在浪花激起的那一瞬间，也被那炙热无比的高温气息所瞬间蒸发干净。不过每一次将嗜血神海蒸发的时候，幻虚炎神的力量也是不减只增，那炙热毁灭的火焰之气不断的冲击着嗜血之气的狂暴能量。如果是换作地炎施展出炎神的话，恐怕还真的会被嗜血神海这磅礴极致的能量所吞灭。但幻虚则是不同，他乃是万火之神，虽然在9大神火中排名最后1名，可是也能够拥有极其令所有序列神都为之忌惮的火神本源。所以在双方最强之力的对碰下，那所产生的毁灭能量也直接将萧炎和李龙的身躯都笼罩在了其中。感受到这突然的变故，萧炎、李龙皆是脸色一变，如果被如此具有毁灭性的能量波及，恐怕不死也的是重伤。心里这么想着，2道身影也是急速暴退。不过那能量扩散出来的速度更快，那2人的身影依旧没能顺利的逃脱出去。就在他们2人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又是一道剧烈的轰轰之声朝着他们暴掠而来。
他们此刻都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下一刻，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被这可怕的能量吞灭其中，消失不见。巨大的能量蘑菇云冲天而起，受到的冲击波席卷天地，整个天神山在此刻都是有着微微颤抖起来。任谁都觉得这等层次的对碰，怕是已经达到了序列神境中的极致领域。也不知道究竟哪一方能够赢得这场的比赛呢？这等可怕的冲击波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才有所减弱，那近乎毁灭般的能量也逐渐消散。众人的目光第一时间就投向刚刚萧炎与李龙的位置，而在这目光投射下，所有人并没有发现两道身影在擂台之上。他们两位呢？难道在刚刚那可怕的能量对碰中受到冲击陨落了？哗然之声顿时传荡而开，而一些眼疾手快的神奇则是发现在擂台之外的两处地方躺着两道身影，待得仔细一瞧后，个个惊呼出声。